大家好，我是老叶哦。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分享和讲解一下第三期群活动的各位的作品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参考图，这个参考图呢，它有一个难点和几个要点，我先说一下哈。这个难点呢，就是其实跟上一期的很像哦。这个摄像头，这个相机拍这个相机呢，它是有一点点的旋转的，这样子也好考验大家对这个人的这个重心的把握啊。所以呢。第一，这个是一个难点，很多人可能就踩雷了。我画的那个人呢，他的重心就不是很稳。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它这个围栏，都已经朝下了，对吗？那你这个重心其实应该是这样子的。这个女孩子呢，她的站直的时候呢，她的重心应该是这样子的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对哦？但是我是看了不少的作品啊，不少群友的作品呢，他人就画歪掉了哦，被他给诱导了，跟上次那个是不是很像哦？然后第二个是要讲一下它的要点。这张图为什么选这张图呢？首先这张图呢，它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站姿一个半侧面的一个站姿是半背面的站姿。然后呢，它的透视呢也是没有很复杂，结构也很清晰。那你要画人的话，就这个角度你是跑不了的，是一定要画熟的。OK， 那我们就开始看一下大家的作品吧。好，这一次呢，一共有29个网友参加了这次活动非常的多，所以这个视频呢它不会太短。我们现在开始一个个看吧。第一个作品呢是这个1137的这个网友的作品。首先他发给我整个文件夹非常清晰，他每个步骤呢每个图他都有比如刚草稿线稿，然后阴影，然后色稿，然后完成品还有背景都非常的棒。那这个朋友他的画工呢，你看比如说我们线条，他画工是非常棒，肯定是有经验的你看这个线条非常的流畅，一笔拉下来我特别喜欢这些线条，还有卡点这些都非常好。那这位网友呢，他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呢？就是它的设计，我经常看到他在群里面发这些设计呢，就是它的设计呢是比较稚嫩的，这里不是什么贬义词就是说怎么去提高它整个设计感比如说这张设计，你看到这个，你大概知道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女孩子，或者女杀手，或者女武士，但是它是基于怎么样的一个高科技呢？这个就具体的元素呢，它没有找到，我觉得应该参考找到不够，然后不够统一。比如说我们这个头盔，这头盔具体是一个怎么？它是一个像游泳帽的一个紧身衣呢，然后它突然又有这种眼罩，然后眼罩旁边又有两个这个飞翼这样的东西出来，有点像高达一样这样子。那头上又是两个日式的这种鬼角，它的整个风格和结构它是不统一的，就有点让人觉得东拼西凑的感觉。这边呢就是叫做审美要提高一下。审美怎么提高呢？就是多看一下那些大佬的图他们用的是什么元素，他们元素是怎么样去结合。这边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上次画一个女仆那女仆装，大家都对这女仆装的这个外轮廓肯定是有印象的一些结构上，比如说大体的结构上，这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材料可以去换成一些高科技或者镭射或者甚至一些激光的一些材料，但是呢，你还保留了一个女仆装的一个识别度，那这样子你的观众就会认为我这个设计它是有根据的就是说有一个参照物在那边，大家会觉得你这个设计它理解这个主题是怎么样。那像这个女刺客呢，它就比较闪，它整个设计比较闪甚至你说，你看这个腰带这边还有 LED 的灯带有没有像这种电脑上面的这种 LED 灯带呢？然后身上可能是一种镭射的材质，我知道你想表达一种镭射比如说反光可以看得到一些颜色，但是不反光你看不到一些颜色。包括这个武器的材质呢，要让人家信服的话就要再刻画的更细致一些就是说你要多找一些参考看看那些工业设计它因为不可能说无中生有嘛，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完全不同的材质，它怎么样去结合，它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这个讲的有点远那整体来说画的挺好的我们再进一步把这个审美跟设计再提高一下。你这个基础已经画的都挺好的这个肩膀稍微尖了一点点其他都挺好。好，像 Type 这个同学画的很有意思你看这还有个奥特曼，还有个背景然后有个小女孩小女孩在这边他也尽他所能去画了，把这个线，我看到后面草稿嘛，然后这个线也尽量把它给清清楚楚的画出来，这个就好评。然后这个重心呢，稍微有一点点被那个参考
给吸引走了，有点往下倒了一点点啊，往左边。应该把这个图放到这里面去，稍等一下啊。这张图呢，就是说稍微有往这边倒了一点点哦，但不是很大。他头画的也是很认真，我估计他把所有精力都尽量都放在头上了，挺好看的哦，这个脸挺好看然后这个背景就跟这个人的这个级别就差的有点远了哈。所以下次如果是练这个人的话，你要是没这么多精力的话，你就画这个人，把它画清楚，甚至衣服都可以。不用画，那不行，那你还是要画一些泳衣哦。那个衣服还是要画，就是说这些阻碍结构的东西还是要可以减少一点，因为你精力这么多嘛。然后我们讲下人体哦，人体可能就是我量一下啊，1、2、3，人体的话就是也是美感上的一些把握吧但是比如说这个手，如果你就是说你看你的胸腔到这边的范围的话。那胸腔还是画的蛮清晰的哦。好 ，OK。你胸腔在这边的话，那你的这个手，如果你想要表达它是往有点外扩的这种，有在这种透视的这种感觉，有点往外面走的话，你得看看用什么样的图形去暗示，或者一些纹路去把，比如说这个衣服嘛，你把它。再做远一点点，就让人家知道哦，我这个手它是往外面走的，这样子它可以看起来比较短一点点。但是呢，目前来说，你看这手整根表达的这么完整，那你的胸腔最下沿在这边的话，那你的这个上臂的转折点会在这边嘛？那你这个手应该是这个位置下来，对吗？这边的话，这个转折点它又太粗了一点点哦。这个女孩子的话，我知道你想把这个叫什么来着的？这个肘关节给它表达出来，那肘关节它只是这边粗而已嘛，你这边还是细的，对吗？你这边也是啊，这个手我们有这个肌肉啊，这个叫什么来着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要表达一个小弧线，然后小弧线它没这么上面哦，它是在下面一点点的，没有在这么根部啊。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大家都不会画的手哈，不叫我们大家，部分人不会画的手，我也不会画手。OK。这个手呢，手掌要大一点点哦，手掌太小了。这边呢，其实反衬托的这个头呢，可能有点小哦，这个头可能可以大一点点。然后这个臀部怎么来规划？等一下我们可能等一下看其他案例的时候可以再画一下。整体来说，这个人画的蛮漂亮的哈，就再继续加油，然后一定要保持这个画面的这种干净程度继续加油问题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好，下一个是 KK 同学，KK 同学他这个，你看，我就说这个重心是不是就被那张图给带着走了？我怎么看重心？你看我反过来看一下，你看是不是很明显？这个小女孩子她重心就往前倒了呀，是不是？这里讲下重心，你自己站直来一下，你就能大概感觉到我们这个人，他虽然说不要站得100%的这么垂直嘛，但我就在这边给大家再讲分析一下，我把这个小人给他。放下来 ，OK， 重心，这个女孩子她是站得很直的，为什么选这张图呢？因为它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站姿嘛，她没有扭来扭去啊，没有扭来扭去的话，那如果你从正侧面看还是那张图上次也画过，这个是她脑袋对吗？然后这是她的胸腔，她有点挺嘛，你看那张图它是挺，大家都知道她挺对吗？然后这是手的这个手关节的位置吗？那她的腰，她的骨盆，你骨盆加了肉以后，大概是这样子一个。侧面的这个解析图嘛，对吧？那我们这时候就看一下，你看这个画的，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撤回一下。OK， 你看，这就是你贴着墙壁站的时候，你可能屁股还再顶出来一点，对吧？那我们这边再看一下空间上来看这个。KK 画的这个女孩子，你看一下，我放大一点啊，我知道在 B 站上不是很清楚。你看，我们这边上去，她的这个脖子的这个最高点呢，就已经往那边倾了，已经往那边倒了，对吗？那你脖子其实人他整个应该是过来的，那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站才要挺拔就不会往前倒。OK。然后看还有什么其他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还有就是
啊，因为我能看得出来，就是说你这个画的那个时间可能还不是很多，然后加上你的这个绘画的整个生涯也还不是很多啊，要注意什么？就是说一切东西呢，你尽量都把它给结构化，比如说头发也是哦，头发要结构化，怎么样一个结构呢？比如说这有前面有这个刘海啊，刘海你其实蛮好的，就是边边的头发，它怎么样是一个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呢？啊，头发我也画不好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说要把它结构化。然后身体也是尽量把这个结构画出来，就是说不要图形化。如果一直停留在图形化的话，你以后设计不了的。你必须把它立体结构化。这样讲有没有理解一点点 ？OK， 就整个形体的表达呢，这个不是很清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阴影怎么表达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像方块一样进去嘛，对吧？就是像方块一样进去。啊，这个电脑录屏的时候好卡，对吧？然后这边 PP 是什么 PP？ 好恶心！这边就是这样子一个凸出来的嘛，对吗？你就把它压进去，然后你这边是阴影该往下压，因为它是朝里面的嘛，你就往里面压就好了嘛。啊，然后具体的结构你得自己再练一下，我们等下会一点点讲到，我看一看。OK。人体结构要再练一下，然后尽量把不理解的地方呢，不要图形化，要把它结构化哦，把它三维结构化，就像画素描一样哦。OK，的，加油，画的挺好的啊。好，我们看 LAI 同学啊，他的 LAI 这个实体的画的，他每次实体画的其实画都蛮好的，蛮有个性的哦。那这一次他这个也是被那个重心给带着走了嘛？你反过来看一下，是不是他就明显就倒下去了呀？然后LAI 同学他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他画的很漂亮，但是他的结构跟比例呢，他都一直都比较随心所欲啊，他没有一个太大的标准。比如说这边你这明显能看出他下半身，他这个下半身是不是比重就太大了呢？已经占了，你看占了整个人都。整个躯干的差不多一半多一点点，对吗？这个就比重太大了。然后对这个下半身的比重呢要小一点点哦，不可以占那么大。这么大的话，你会觉得哇，下面也太扎实了，对吗？这个是它比重的问题。然后这个手臂的粗细嘛，我刚刚讲的美感哦，女孩子的手，你看这个手，你这个手快跟我一样了嘛，我的手就跟我脸差不多。那你这女孩子有我这个手，你看她的手也跟她脸差不多了，对吧？那这样子是不是这女孩子就手太壮了一些呢？你可以把它其实有时候纤细一点点，它就能体现出它的美感，对吗？其他你爱大了那就大，没关系哦。你这个胯部想大一点也没关系，但是不要太夸张的太大超过它这个你想表达，因为女孩子她这个脸她是很清秀的，然后她是一个比较苗条的感觉，然后这个臀部太大的话，它就跟她不太匹配。所以现在是重心美感还有一个比例上，你就再注意一下。这个手我知道你的手还挺好的，我说画挺好。好，继续。PY 叫新宇同学，他其实应该是最早教的但他补了一下。那新宇同学呢，他的图我都看了就是结构上他是都画出来，但是他不是很准确就是说，比如说他这个体积上的表达，他比如说角度，这头的角度呢。表达都不是很准确，他都画出来了，他给我看的那过程都画出来，但是不是很准确，所以你要严格要求你自己，胸腔跟体块你是跑不了的，你一定就是按照。有些人觉得很无聊为什么画那个体块这么无聊，天天画那个方块？那方块其实你要把那个比例画准了，你再去画其他的东西，它就不会跑偏。如果你跳过这一个阶段的话，你直接去画人的话，你最后面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最后面还是回到这个比例跟一个基础透视上。这个问题要解决掉 ，OK。然后我刚刚就说，就尽量画准，画人体的时候要画准一点点。然后不要是，就是说你有穿衣服也要根据它的透视去走。比如说我们这个人，他的赤平线在这边的话，那你这个衣服呢，裙子呢，它是上面是一个，你也知道它是一个有点类似椭圆形的一种开口，对吗？那它就不会有透视这么倾斜，它会稍微平一点点这是透视上。然后你眼睛呢，眼睛它也是有透视的嘛，你就半侧面的话，你眼睛不会看到这么多嘛，你这边肯定是你放大一点放大一点
比如说我们眼睛呢，如果是这样侧面，对吧？它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眉毛，太下来的一些，因为你画的是日系的话，它为了增加这个眼睛的这个可变的这个，就是说可塑造的一个范围，它会把它往上顶就这样子会夸张一点日系嘛，那个嘴巴挺好看对，就是大概这个就是说你什么都画出来，但是呢都要画准一点点。还有这个衣服这个飘动呢，都得去练一下就是说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飘法，你都可以去练一下。所以我不是说不建议去画衣服就是衣服你要跟着身体的结构走，你身体的结构要画好的前提下再去画衣服。比如说一个布耷拉，我就上次跟谁讲过了，你比如说你画一个立体的方块，那你这个方块大部分人能理解的嘛，那你在上面再放一块布，放一块纸，你自然而然的想到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立体上的一个结构，对吗？这个能理解吗？就是说你要有身体去支撑这个布料和这个结构才能顶起来，这样才能让幸福你这个画。OK， 我讲的好像比较抽象可以继续加油，心语然后我们的Sakura同学Sakura 同学这个画的好像钢笔画Sakura 同学呢 ，OK， 我来看一下，认真看一下 ，OK， 就是因为比较新手嘛，的话，他一些反正画面是挺干净的就反正就要像你这样子画，保持你这个习惯，画面要干净。刚刚讲了这个眼睛，我们先讲小的头眼睛眼睛你看这样子的话，它这个就不会。他的右眼他就不会看到这么多，对吗？他就肯定你要给人家一种空间上的一个透视嘛，对吧？就不会看到这么多，对吗？这个都可以，和嘴巴都可以。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结构大家有点被误导这不是这边其实不是肩膀这个女孩子她这边是她的这个颈部的最高点，她是这样下来的，脖子是这样下来的，然后这边可能是肩胛骨再过去，它是这样子一个感觉的不是反曲的这边你就要弄清楚来的脖子的位置呢，它的制高点在这边的话，那你的这个脊椎拉下来，然后把它整个中轴线给它画清楚一点。我这画的好壮，给你带走。这个画的好壮，我这个被你带走了这个应该小一点点。我们胸腔的话，女孩子特别是日系的这种2次元女孩子呢，胸腔可以把它给弱化一点点，不用这么壮。OK， 反正这个是胸腔，你把它画清楚一点点画清楚一点点，其他的东西往上加就好了特别还有这个盆腔是什么意思盆腔它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加了肉以后才看起来这么斜，其实它就是一个方块，稍微有一点斜的方块。然后记住这边是骨盆的那个三角形嘛，你往外面加肉了以后再去加腿。大概是这样，画的没有很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等一下有案例的时候再讲一下这个体积上的一个造型。那我这个胸腔就肯定是画的太厚了嘛，对吧？尽量要弱化一点点。OK，就是结构上它不精确，你用这个衣服去就是说你画不准的话，一定不要用衣服去掩盖这个结构但是如果你目前来说能力只能做到这样，做到你最好，那就是这样子，那就按照这样子去画。但是呢，我还是说这个结构先画清楚来以后再去加其他东西，再去把精力花到衣服上面
这样子是比较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练习方式吧OK，WYB WYB 同学画的其实蛮有意境的这美感它是还可以的这个审美也挺好的那有什么问题也不叫问题，就是怎么改进的。首先呢，这个头是有点太大了一些，像前面同学他是画小了一点点，这个头是太大了一些。你要知道这个头的比例嘛，你看我把它头拿下来给你看，你的头已经基本上1.2个胸腔了嘛，我觉得控制在1.5个就比较合理一点，然后你的盆腔直接就已经基本上接近0.6、0.5个头长了，这样就太小了，就太少了一些，感觉这个人他就很单薄，或者说如果一个人长成这样子他的可能身高他不是很高，所以才有这样子的比例这样举例有没有清楚？比如说你看很多网红主播，他头很好看然后他一走出来，你看他就感觉不太对你就知道他的这个身高可能都不是很高。你看我这稍微把头压那么一点点缩小一点点，你是不是感觉它就丰满起来了，对吗？它就比较成熟一些，是吧？然后这是讲头的这个比例好，现在讲一下这个感觉有点驼背，为什么呀？因为你看这个参考图，它是非常挺的。那我这边就好分析一下我们来分析它这个。如果你是分析成这个体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边这个记住这个我刚前面的案例我没有解析的很好，我这边统一这边补一下。它这边是这样子出去的，对吗？这样出去的话呢，有人说哇，我这个胸腔跟盆腔怎么接上其实很简单的你们想复杂。我这边给它个腰，我就给它下来，对吗？我把中线给它画出来如果看不清楚的话没关系等一下我再把这个换然后它的这个盆腔怎么搞这就是很基础的一个素描了，对吗？结合素描了嘛。对，所以我这个案例呢，大家是一定要认真看一下。如果不理解它这个怎么画出它这个空间关系，怎么把它画得挺挺的，就是按照我这样子解析一下，有没有理解？这样子我把它关掉，你看一下，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比较重要，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胸腔跟盆腔的一个关系它就是这样挺的这样子能理解吗？这样子你看空间一对就能感觉到它这个空间上的一个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坐标 OK。 然后呢刚刚讲一般这边呢它是这个脖颈的这个颈椎的最高点嘛，最高点上面就是脖子了，脖子可以往前一点都没问题，是不是？看到的是它的底部的横截面，这样子不就挺拔了吗？然后你这个胸呢，这个胸肌到这边，这个胸是看到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从背后看，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透视，然后你再有衣服把它撑起来OK。大概只能画这样子，画多的话就 B 站就够要省了，大概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手在这边，手的横截面在这边嘛。那上次有人说这个肩胛骨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垂直三角形，但是你可以把它先简化。如果你要是不理解它结构，你可以先把它理解是垂直三角形，甚至说这种横截面，像 Proko 都有讲过，这个横截面呢，你可以先把它理解成这样子。OK， 这样子解析一下，大家有没有更理解一下这个案例别吃小螃蟹同学别吃小螃蟹同学，这画完成度很高也有背景他有对他自己的想法。那最欠缺的就是
它这个人体结构啊，大家都是这个人体结构嘛，因为人体结构其实画好了、画漂亮了以后，你都可以开始出东西了嘛，你不一定穿衣服那样，你就已经有自己的作品集了，对吗？首先，这个人体结构画的它就是没把结构画出来，就让人觉得空洞洞的、轻飘飘的感觉。你看这个地方，它怎么样个结构呢？就像我刚刚已经上一个 KK 同学是 KK 同学吧，我都已经解析出来了嘛，对吧？你看你都没有这种让人信服的这种结构，你的人体它就是飘的，对吧？就会让人觉得不扎实。那个人不管是穿什么还是怎么样造型，他都人体表达不好的话，或者人体透视啊结构表达不好的话，后面再加东西都是徒劳的。然后再讲一下要有这个空间意识啊，空间意识。比如说你的头发，除非那一面它那边是垂直，往像刀砍掉一样，它才能头发这样垂下来，对吗？如果是它有。就是说它那边是有身体有结构的话，你的头发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耷拉在上面的一种变形？其实有时候很小的一种变形呢，就能让人家觉得你这个是有一定的物理关系，就是空间结构关系在里面的，对吗？人体上还要再精进一下。然后呢，其实人体上很多次地方啊，除了胸腔啊这些手，我们也要继续学嘛。然后再讲讲这个你穿这个袜子，你袜子把它绑进去的话，那它会像上次讲过像香肠一样你们可能都没看完我讲的话也没关系的，就是说像香肠一样会，你看你的后面都知道，你看这边都有这个绑进去的感觉，对吗？你这边的绑进去的感觉又没有了，对吗？压缩的感觉就没了。OK， 所以人体上要再就是多练习一下，然后就是那具体练习什么呢？首先是结构，还有一个体积关系的表达然后那弄不好的话，我们不要去加这些特效，这些高光，好像把它的这个结构盖过去这个其实你多画一点，你再倒回来看，你就会发现你画的这个太平面了，你应该把它画的更立体一些是立体这个词。好，我们继续但是挺性感的这个反正你的这个想法是有在里面这个是要保持的。南极同学南极同学的那个脸我一直都很喜欢南极同学这个画的很 Q 非常漂亮非常有意思很可爱。那人体它这个表达这个还不错，这个转折各方面表达都挺好的。那什么地方不好嘞？这个手那你们一看就看到这个手了，对吧？这手你这边其实应该是更粗一点点的，对吧？我们人他这边是有肌肉的嘛，你这边肯定会更粗一些啦然后这个胯部，其实你有的时候你都甚至可以把它给更夸张一点把它更，你看欧美的那种夸张，它就夸张这个地方，这样感觉比较壮硕那也不一定是壮硕，有的人喜欢这种风格，你可以稍微把它给突出来一点，对吧？这个胸里还画了一点山峰蛮有意思的这个脖子呢可以再过来一点点，对吧？这样子感觉它比较不会像这种什么脖子往前伸太多OK， 那重心表达的都挺好的就是手的这个曲线曲度要再看一下怎么去把它概括。OK， 这个整体风格各方面都挺好的继续你看他的眼睛看他的眼睛，我就说嘛，你看嘛，你这个你就透视就注意的还可以但是这个眼珠好像不一样大，你知道吗？这个稍微再大一点点嘛，不要这么吝啬嘛，是吧 ？OK， 好，下一个南怡海棠同学南怡海棠同学还是那个问题，你的线不要断。我知道你的时间不是没有很多，你的线不要断你这个线断掉以后，给人感觉就像你看，在中国速写，不要求你把线条给画完整，你这个断掉了，你就让观众去猜，这样子就不太好，这样有点比较不负责的这种感觉，对吧？不是说画不好，就是说你要完整嘛，你起码作品你没画完是没关系，但是你又画完了，然后又不完整，这样不太好。然后这样弄下来以后呢，你这个上臂呢就太长了一些，这个比例上要注意一下然后这个样子，小臂其实再长一点点就好了。然后你这个结构其实都还可以就脖子稍微弄一下线条，你看这个该转折，你一定要知道这种该转折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它不要破开，一定不要破开，这是一个非常，你看刚第一个那个1137同学，他这个地方都有卡，甚至都有卡出来凸出来一点点，你
这个断开了就不太好了，是吗？你看这个线条都不完整，一定要有完整一点这个手，你看你这个手都完全断掉了，对吗？你一定要把它给封死。然后你其实结构你大概都懂的，但是呢，你就是说怎么用线条去表达这个结构，你要再练一下哦，尽量不要有这种碎线哦，干干净净的。OK， 这个眼这个头还要透视哦，如果头要透视的话，那它你看它头要透视的话，那这边会更饱满一些，对吗？它不会凹进去这么多。那后脑是够饱满，就是前面额头再饱满一点。OK， 挺好的，其他都挺好的，就是说你这个整体结构和这种给人的这体积感是有的哦。手肯定要练，然后刚刚说这个线条和表达的问题，还有这个手啊，这个手你看这个衣服，说错了，这个衣服，那你就把它当成圆柱嘛，你就认认真真把这圆柱给画出来嘛，对吧？圆柱给它画出来，就这样子会不会感觉更高级、更完整一些呢？这边也是圆柱，是看到那边的圆柱。OK， 这个是叫做对方正在上厕所同学哦，这个老元老了啊。这个线条，它其实线条是蛮干练的，但是呢，它线条呢，是有一点点碎啊。虽然说很干练，比如说它这个线条，什么叫做干练？就我这个词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说一笔表达一个结构啊，它都有，你看，但是呢，它就是有一点碎嘛，那你看这边有点断开。对吗？有点断开，这样的结构就，你看这个地方它都挺好的，这个表达的，你看这个表达的都很漂亮。然后就是你看讲到这个臀部的表达哦，这样子让别人猜哦，让猜你都没有，你要暗示嘛，就像你衣服上要暗示的话，你要怎么去暗示呢？对吧？暗示这个就不可以。哎呀，大姨妈来了！我操，你看这个录屏的时候它会卡，它吸不到颜色。哇，这是什么鬼？对吧？这样子是不是更符合你这个？你看还有这个地方。你这个腿，你都知道它是像香肠一样，这是大腿嘛？你这个肉感这边就变成了像衣服一样这样进去了。你看，如果你看你这个，如果你圆柱你画素描的时候，这边肯定是不可以是尖的嘛，你肯定是要有点弧形的嘛，就像杯子一样嘛，是吧？你这个肉感这个就压得太死了一点点，就是太紧了一点点。它是肉嘛，它是圆咕咕的肉嘛，对吧？甚至这边可以卡点。你延续你刚刚那种线条的走势去，有的人问我为什么我喜欢加这个棕色的，因为它这个如果是棕色的话，比纯黑的线条我觉得不会这么死黑的。然后以前用的那个炭笔啊，我都是挑这种颜色，稍微生动一点点。然后你这个泳衣呢，就要跟着它这种走势去走。那具体这边长什么样子，你就要去大姨妈又来了，我操！具体怎么样走势呢？你要去看一下你的参考，它是那种包进去一点呢，还是说日系的这种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的，得自己去看一下。然后还有哪里太碎呢？你看。你这边有很多条线，这个地方啊，你要表达这么多结构，就太碎了一点点。你看怎么就几个褶皱概括出来就好。然后脸蛮好看的，然后脸好看，但是你的头发呢，暗示的结构又没有暗示的，就是说给我暗示的足够完整。他的头发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上去呢？这边还是这样下来呢？就是说你这个结构得暗示出来，你不要给一个轮廓嘛，只给一个轮廓的话，别人不知道它这边是怎么样一个结构。脸你画的这么好看，你这个头发呢要再完整一点，我相信你是可以画得到的。OK， 看下一个再接再厉。颜色有点突出边了哦。你这个线条，你看这线条你这么叫什么这么精致，然后你的颜色就跑出来，这样子不太好。下次要多
如果你要上色的话，尽量把它给就是圈在这里面，这样子看起来会更干净、更整洁一些。好，我们下一个。好，打印机同学，打印机同学，有背景，背景还有颜色，然后它还有光影那我一看到这个图呢，首先我是觉得这个体积的塑造呢和这个人体的结构塑造都还挺好的，但是呢，哪里地方可以改？首先是这个配色，也不要配色，就是说你阴影的颜色，你选的是比较脏的颜色。你看这个手，它不就是说它这边又有一点点小阴影，上面有一个大阴影，就这样子让人觉得很脏。这个颜色这样配的不太好。你要上面，我知道你要冷暖吧，头发你看暖色上面打下来，上面有一个冷色它其实不是这样配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是空间上的一个关系没有拉出来，比如说我去色了一下，就是这个手它跟后面的好像就是拉不是很开来，对吗？然后如果你的主光是从右上角下来，对吗？你这边这个跨度太大了，我知道了。你看这个那个是82嘛，这个明度是82，然后到这边突然就掉到了这个36，它的跨度太大了。虽然给人一种很强的这种光影对比的冲击感，但这样子的话，你换在肤色上它就变得很脏。然后还讲肤色它肤色，因为你现在是纯黑的背景的话，我们可以拟定一下，就是说其实它的阴影呢，它不是加黑这样子，它就叫做它的阴影这个肤色你去照相机，你自己照一下自己在黑暗中，你看一下你的暗影跟亮部，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颜色取色是怎么样一个颜色那我这边来，这边不卖关子，这边我就直接画。我这个知识当时还是花了不少钱去学的也不要学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肤色是这样子一个人的肤色是这样子。你看我右上角这边取色呢，它是往这样走，你去打开照片去吸，你就知道它是这样斜的下来，而不是说突然。这边我放大一点。OK， 如果我们这个是肤色这个是肤色，那它的颜色，就是说在没有那个灯光是没有什么摄像的情况下呢，它就是一个白光打下来，那它的阴影呢，它不是这样子嘣就这样下来，这样子叫做很脏，它应该是斜的下来，这样子它才会比较就叫做看起来会比较正确一点点。但是呢，我刚刚说那个光影对比太强，你这个拉太远你一定要上来一点点，你这种极强的光影对比的，这样子会让人觉得很脏。然后你可能说，等一下我刚刚没分层了。那阴影是这样子嘛，对吧？那个肉色你要在这边嘛，你要是觉得不过瘾，你觉得它这个饱和度太高，你稍微降一点点嘛，你不要降，不要拉那么黑。你的这个图呢？好，按照你这个颜色我重新配一下，比如说你的皮肤，你是这样，你看就偏灰了嘛，你稍微给它一点生气嘛。这是你的皮肤稍微饱和度高一点点，不要太灰，因为人他这个皮肤是有血色的。然后你看。然后我这个阴影，我往下拉这么多，这样子看起来它就比较正确，它不会这么惨白，知道吗？这就配色上你要自己处理好。然后你说我这个阴影要怎么样是冷色这样子要冷色。首先什么叫冷色呢？那你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灰在这边嘛，那它往黄的地方走，它就是叫暖灰。它要往蓝色的地方、紫色的地方走，它叫冷灰。那你这样子肯定感觉哇，这样子也是暖灰但是这样子才是一个表达一个冷色的一个正确的方法然后你看你这边，你这个手这边还想要给一个高饱和的这种高光色，那怎么搞？那也是很简单的呀。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就是说闭上眼睛去想这些东西，我就给，比如说这光，你也知道，那个阳光照到和灯光照到这个肉上面呢，它会这个边界这边它会很高饱和的一个红色或者一个橘黄色，对吗？
甚至你说哇操，我这个我还想加点蓝绿色，表示这个像那种材质的感觉啊，这样子不就出来了吗？对吗？啊，这个皮肤不就出来？那你觉得啊，我这个皮肤是不是这个地方太明显了？那我就稍微弄掉一点点。哦，那你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就像肉一样会通透呢？那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说我这个没有反光。诶，大家说像素描要反光，反光怎么搞啊？哎，反光太简单了，反光有什么难的？反光的时候你还自己去画呢，我直接拿一个门板或者橡皮，我轻轻擦一下，诶，反光有没有来呀？这不是反光了吗？又不脏，对吗？我就是这个片段呢，是一个很有这个含金量很高的一个阶段啊，希望你们能够学到。如果学不到，以后我在上色的时候再专门讲这个怎么去上色啊，这个材质是怎么做啊？因为我以前是专门做这方面的，所以我是比较理解的嘛。然后我们再回来刚刚讲这个人，还有什么地方就是手，就手画的结构不太对哦，这个手大家。它不是突然就凸出来一截，它这边，它这个关节它没有这么凸啊，进来一点啊，然后这个曲线也不太优美哦，稍微下来一点点，比如说一点点的感觉就差很多。OK， 然后呢，头发也要结构化哦，不要就是说用这个黑线去假装去卡点，假装卡点是没有用的。观众的看，特别是你那些比较老道的观众，他肯定一看就觉得这个卡的点不对呀，对吧？卡点他肯定会觉得不对呀，为什么是这样子一个？这边为什么它会黑掉？起不到颜色。OK，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光这样打下来，那为什么这边的丝袜它会亮起来呢？你要再严谨一点，把这个哪边会亮面的这个地方都要多考虑一下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啰嗦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你这光，我感觉上次从右上角打下来的话，那你这边的胸它就肯定不会这么亮嘛，然后你反而这个图最亮的地方是下面的丝袜，这样子它就太闪，就让人觉得这个光打的它到底有几盏灯在这边，对吗？还有一个是为什么这种闪不好呢？因为你希望观众去关注你一张画，它上面有一个专门去一个焦点嘛，你得把这个焦点体现出来，你不可以把这种高饱和或者是高亮的地方放在太多个地方，那这样子你的观众的眼睛就会看东看西看的，这样就不太好。OK， 好，下一个，好，这个是某某鱼某某鱼，它这个脸很成熟，这个风格我还蛮喜欢的，这种御姐风格的。那它有什么地方要改进呢？因为我这边我就不画。首先是人体结构那人体结构呢，它虽然说什么都有，但是每个地方的比例呢，它不是那么，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到位啊。OK，比如说这个胸腔这边表达没问题，如果你胸腔它就这么大的话没有问题，那你这个手上半截就太短了嘛，对不对？你这个胸腔，如果你腰在这边，你这个手上半截就明显就短了一些，然后你下半身也就太小了一些，知道吗？你这个下半身应该再大一些。就是说他脸这么成熟，就刚前面讲，他脸这么成熟，然后他的身材，就是说他的胸腔跟盆腔感觉就小了蛮多的，这样子就育不起来。虽然脸很好看，但是这样身材它就育不起来嘛，对吗？然后再下来再说一下这个褶皱这个裙子，我知道你想要那种飘起来那种感觉，那这个肯定要去练的就前期我们这边就你要去找参考，你想把它画的合理，一定要找参考不要自己凭印象我就刷几笔，好像有点褶皱，但是别人一看就觉得这样子不太对不太合理。OK， 然后呢，你以后有这种想法，等你功力够了以后，你看这头发哇，真的很好看，这头发确实，哎呀，一丝一丝的，你就可以大胆一点，让它怎么样去飘起来，对吧？让飘起来更有这种韵律和这种动感的这种感觉。OK。这个颜色我现在就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颜色我觉得也还可以啦。
哦，这个颜色也还可以了，就是灰度有点偏灰了，但是有的人喜欢暗部偏灰一点的都可以了。OK，好，下一个我们要继续说，就是说啊，下一次你就把人体再画准确一些，然后这个加上这个脸就很好看了。OK，好，柳同学啊，完成度很高，有环境色，有这个全部上色，然后头发一丝一丝的那一样的就是人体结构的比例上没有这么准确啊。那你们就是肯定要问，就是说怎么样叫准确啊？首先重心。这个重心就是有点被那张画给误导了。你看它虽然有修改过，但是呢，你看它的所有的重点的地方呢，都是集中在右边，这样子有点往右边倒。那我知道你画的时候呢，你想把这个重心拉回来一点，然后你就把脖子给往前伸了，这样子就不好看，这样人就有点像我驼背平时坐在这边的感觉，对吗？你就稍微往这边倒一点点，然后我帮你把头给它取下来，拉过去，它就挺拔了呀。重来一次，剪下来。这样子就挺拔了呀，是吗？然后我再刚刚讲这个人体我感觉呢，这个那是胸腔小了吗？对，胸腔小了一些，因为你画的是比较写实的。如果你胸腔小了一些呢，你给人的感觉就是胸腔短了一点点的话，给人感觉它的臀部就横腔就太就太长了。所以你上半身的胸腔要稍微长一点点 ，OK。然后我们再讲这个细节，你细节加了很多褶皱这些的但是褶皱呢，你没有体现出它的结构，包括这头发，你是画了很多细节都很好看，但是呢，你没有体现出它的块面化。什么叫块面化？那你去看一下那个 Sakimi Chen 的那个图，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块面化就是说这个细节你是有，那你块面化再提升一下，你这个又有大型，然后又有细节，就会更好看。然后呢，就是再讲，就是还有人体上这个关节这该有这种标志性的凸点，你就给它凸出来嘛，你就给它画出来嘛。这个就这样子，就感觉比较有骨头有肉在里面。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地方你这个笔触太多也不太好，它就感觉没完成的感觉。你就稍微把它用这个叫什么？用这个喷枪稍微给它柔化一下。我吸不到这颜色，它就过渡就很匀滑，这样子就觉得干净漂亮丝滑，是吗？然后就是这种紧身衣的这种表达，你也要再去看看参考怎么样，它是怎么样一个阴影在什么位置，多大的这个阴影和过渡要达到怎么样一个程度，才能够体现出它这种紧身衣的这种感觉，或者它紧身裙嘛，我也不知道紧身衣还是紧身裙，就这样的一个意思。OK， 然后你还加点白色的环境色，挺好看的。OK， 这脸也挺好看的。OK， 完成度很高，再接再厉哦。下一个。溜溜球同学第一眼看到就是这个人被那个参考给带走啦，你这个重心对吗？所以下次你们画这个画的话，你们这个重心首先你一定要自己判断好，它的那个到底怎么样是它的垂直的重心对吗？然后你看这样子不就直了一点嘛，就正了一点嘛，它就不会这么歪歪的了。然后再下来就是这个人体结构刚刚前面还有一个是哪个同学，他这个人体结构这边也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加上去，稍等一下人体结构OK 人体结构呢，就是这个肩膀的宽度呢，它太小了，你这样肩膀就是太窄了嘛，
它是在这边，它其实那个起始点是在这边，就是说你把它砍掉，把手砍掉，它是在这个位置。那你这个肩膀它其实应该要给的一种，因为大概凸这么多啊，因为你的肩膀，你的胸腔本来它就比较窄了，你再给就是凸这么多，它就会觉得合理一些哦。但是它手也厚一点点，OK，就是肩膀这边太窄了一点点，其他都挺好。然后头呢，这个头发可以再饱满一点点，比如说额头啊，这个后脑勺啊，都再饱满一些，把它蓬起来一点。如果太扁的话，就像我平时没洗头一样，就是瘪瘪的，是吧？然后这个眼睛有一点点的轴不对哈，有点斗鸡眼。你比如说你这样子看，你看他是看哪边？他是看这边吗？还是你想让他盯着镜头看？你像那个参考，他就是对着观众在看。那这眼白其实你看这边多点眼白，你就觉得他不是盯着观众在看，我把它填满了，哎，不就转到观众这边来了吗？对吗？这头发这个眼睛也是一样道理，要有透视。起不到这颜色啊，因为在录屏特别卡，这样子不就好多了吗？然后又回到人体啊，这个手的透视跟长度都差一些。你是想它往前啊？这个你还做点透视，想往它往前走是吗？这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呢就感觉短了一点点哦，再长一点点会更好。其实就一点点呢，就是这个就是比例上一个比较精确比例上的一个表达。你要这么短的话，这个手稍微弯一点点就能把这个长度给它弥补回来。然后这个臀部该怎么画，你要去研究一下啊，我这边不演示，演示的话就过不了审。我刚刚前面大概也画了画，算了，还是画一下。你那个臀部的一定要注到它这个骨盆的这个三角区域啊，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它这边是连接到脊椎嘛，会带出你这两个小凹凹，那个中文叫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才会有这种两块臀大肌在这上面这种结构，对吗 ？OK， 你要再去研究一下啊。然后衣服的垂下来有点没垂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是它跟着这个布料，它是跟着这个臀这样子的去走，它这个稍微没有这么凹，这么往里面走，它这个肯定是直接这样垂下来的，对吧？然后这边胸也是啊，胸我们就不画，画了就过不了审啊。OK， 好，我们下一个啊，再接再厉啊，完成度挺好的。好，我们的朱小六同学这次完成度比较低一些哦，但是能画完就可以了啊，挺好的啊。首先就是人体的这种块面化，我能看到有一些块面化在这里面啊，这个是好的。但是呢，这个头，比如说这个头，我就说过嘛，你头骨，我刚新建一层，不好意思啊，我直接画过去，你头骨这么大。那你这个头发是不是应该要再蓬一点点呢？你的头发是不是应该跟着脑瓜子这种去走啊？加上你的美感，大家都肯定希望头发蓬松一点嘛，对吧？是不是应该凸出来一些啊？这个头发蓬松一点嘛。然后这个头发没有块面化哦，没有块面化，这样子就画成一片片的就不太好看。然后这个也是啊，这个是最基础的。刚刚说了，你这个是圆柱体的话，你就圆柱体给它画出来嘛，你不要就好像这样的糊弄式一样把它给这么样子的简化嘛。然后这手关节这边下来，这边是这个肘关节对吗？这个肘关节具体怎么表达我还没研究完，但是一定要表达出来。肩膀是往外面耸一点点的。这边怎么样表达这个空间关系，你得去再优化一下。这边看起来就它这边的立体感就是体积感就很弱，但是你的身体这边又有一点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个盆腔这个地方该怎么画哦，你们一定要再研究一下。它不是一个你一个弧线就把它给概括掉就解决了，那你这样子既没有内容也没有美感在里面，对吗？还有这个手这个手上臂不会这样子往外弯，它
它倒是会反曲一点点，它不会这样子去曲线，这样的就有点像骨折了。然后手的这个表达，这个距离给的不够啊，这边凹不下来了啊。反正人体结构再努力一下啊，我们不要为了完成这个活动去完成哦。我希望就是说这个活动大家都能练到一点东西啊，因为给的这些活动其实都是蛮基础的内容，就是说那个角度啊，那些结构，你想要去创作的话，你想要画出一个让人信服的东西，让人去就是说存你的图的话，一定要就是说画的合理一些。OK， 下一个这眼睛也是啊，这眼睛你想表达它怎么样？他在看哪里呢？在看前面这个，你这个眉毛离它太近了，对吧？离它太近了，你这个天真的感觉，你这个眉毛稍微拉开一点，距离更天真。OK， 下一个，我们的风子林同学他这个过程图都发过来了，然后这个排版也挺清晰的首先呢，就是这个脖子太往前走了，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的重心，因为你看那个参考图有点你想把它纠正过来，但是你的脖子就太往前走了一些，从这草图上这草图上脖子就太往前了一些你把它给拉回来一点点。然后你看你明显感觉到大家你看它这个重心就有点往前面倒了，就是被那个参考图给带走了嘛。你后面慢慢的画了，感觉好像拉回来一点点。然后就是手这些。这些结构的表达就再清晰一些嘛，然后头发可以再厚实一点点，再厚实一丢丢就好了。你美感这应该你自己都懂的，你是老手了是吧？然后这边呢腰是不是可以稍微鼓起来一点点这个姿势倒是挺好看的，还拉这个小裙子什么，大家都一样，这个手掌的这个把握可能。这个长度稍微没有那么精确整体来说很符合你的风格就线条也这边这个简化的也很好，就是说再准确一些就更好了。OK， 那个称好麦同学，我们群里面的元老，是不是去看了天天的那个书和他的教程，开始结构化了这样子是很好的结构化。然后呢，就是脖子的范围你要就，比如说这是刚刚说的脊椎的最高处吗？你这边是有一个三角肌吗？这个三角肌吗？是吧？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三角肌。那你这个你这个你们这个肩胛骨一定要大概去看一下，大概画几下，你就知道它肩胛骨的范围。这边的结构就更容易去理解了。这边的结构更容易理解，你就知道这边是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的，这个肩膀上这个肌肉会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弧形，然后下来，这边也是一样。你看你这边都知道空间关系嘛就是说你再把它几何化，画得更清楚一些这个骨头这个小三角。这个小三角是它的这个骨盆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区域嘛，你画了以后才会把后面的挤压那个臀大肌的挤压才画得准嘛。我哪一个？哎呀，这看不是很清楚就是把这个三角区域给它弄好了以后呢，你这个臀大肌它才画得准，然后再加脂肪之类的才会好看。然后你这个胸，你这边可以再圆滑一点点，然后再拉下来我画的挺好的继续。现在是宇奎同学，他上次那个风格化我是很喜欢的，这次也是很有风格化，但是完成度稍微差了一些首先这个结构我看的不是很清晰，因为你给他穿了好多衣服，然后这种主次和前后的关系呢被他统一的这种色调还有这种统一的粗细程度给遮掩掉了。比如说你看这个手你看反而我就误认成它是一个衣服的一个褶皱，其实你把它你看你外轮廓你都知道要粗，其实它是一个
一个结构的一个最外面的那个轮廓可以粗一点点，它这样子就更好去标示出这个是不同跟那个是不同的一个区域的一个结构，然后你这边这样子就会更清晰一些。然后你画2分的时候，比如说像这种真空区域呢，你就肯定是可以把它给涂了更深一点点嘛，这样子好拉出这个空间关系哦。因为你衣服穿太多，我看不是很出来它那个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姿势哦。可能你还是按照这上面来说，那这个是这种一个凸起，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就看的不是很清楚啊。就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体积和这个人体结构透视给它表达清楚，然后再去加衣服，这样子整张图才更有看点。因为不然就会太多内容，你的观众呢他就不太能理解你想要表达的一个准确的内容。OK 再接再厉，画的也不错哦。就整体来说，这个感觉你这个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和自己的内容。这个同学，这个叫做老欧同学啊，老欧同学他上次好像发了一个颜色的这种类似这样子的图在群里面，我看到。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呢用了好多色块哦，好多色块这个就是肩膀的这个结构跟透视，它这个地方表达出的这种空间关系和这种比例，它没有很准确。还有一个就是重心大家都讲重心往前倒，稍微拉回来一点，把这脊椎给它画出来对吧？这样子吧。然后它的小三角区在这边 ，OK， 三角区在这边，你就知道该怎么画了。其实你很多东西画的还可以的，你就再把它精进一点就画准确一些。然后这个下面腿不要这么直，你看你这边都知道有一个曲线对吗？也被这个袜子给它勒进去。你这边，那你知道大腿的范围可能到这边就结束了，那它也是要有一点结构的嘛。你这边也要有一点结构的嘛，对吧？你不要直直的像这种像圆柱体一样一下拉下来，你这样子就感觉你上面这么认真，你下面怎么就草草了事了？还有一个手的这种粗细表达它是有曲线变化的它不是像那个你看就是不是一条线这样拉下来的。如果它是很微妙的一个变化在这里面，这边也是这边的手也是。这边手也是要首先手臂你先要学会然后再去学这个手掌但手掌你要是你不懂的话，那你大概范围要画，就是它大小范围要画准一点，这边就太小了嘛。OK， 我们继续练习OK， 椰浆，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就是那种女仆，然后一个大裙摆，然后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去改进，怎么去实现你心中的那个图，心中的那个内容。首先还是那个人体结构一定要表达出来，你再给他穿衣服，不然像这样子的话他这样子表达内容呢，他就很碎片化，然后可能你自己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但是你的观众他不能表达就是表达的不够准确嘛。OK， 那我们想人体结构完了以后呢，你就要去看那些多少些参考，比如说这个衣服是怎么穿的，然后这个前后关系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的衣服是背后在这边，那你就这个白色的这种装饰，它不会在刚刚那么过来嘛，其实就一点点的这种穿插关系和这种遮挡关系，你就感觉就不太正确嘛。然后一个裙子它是怎么样露出它的一个这个区域的，是吗？它是一个褶皱是被什么挡住了，然后跑出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呢，让人家可以看到里面呢，这个就要表达的清晰一些。然后还有这个头冠，如果我们因为你这个有角度嘛，从下往上看，那你的头冠它不可能戴在这边嘛，是吗？我的额头比较高那不可能戴这边，那肯定是在头顶上面一些嘛，那你这个肯定会遮挡的更多嘛。这种就是空间上的一个关系，你要自己去注意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的这种美感呢，你刚刚讲说你那个结构人体结构一定要对然后这个美感上也要把握一下。
手绘画没关系，但是粗细啊这些你要去掌握一下。这个手就有点像我的这种肌肉感是吧？细一点点嘛，女孩子娇嫩一点嘛，对吧？就是美感上的表达哦，再继续再练哦。这个人体结构一定跑不了，你想画好看的女孩子，你的那个结构一定是要准确，然后再加上你的内容，比如说你把它画露一点啊，画的再精瘦点，都是你自己的喜好。但是你的想法是要继续保留啊，就是说你想要画一个女孩子这个角度，然后她是一个这样的姿势，然后她的服装是要怎么一个飘动，这个东西可能像我这样画人体画久了以后，你就想不到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你是要继续保留。OK， 我们继续再接再厉。然后我们的曹小修同学曹小修同学很神奇，他那个因为大家都是往这边倒，他自己修正了以后。大家都是往这个方向去重心去偏，但是他修正了以后，他往这边偏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修正方式我如果这样的我反过来，你能看得出来吗？就是往后有点倒。那你说我就是想让他画正来，那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腿是很重要的，腿可以。这个腿呀。你身子再怎么倒没关系哦，你的腿啊，腿它可以修正这个整个人的重心嘛。你比如说我这样子往后站的话，那我这个腿，我把它往后翘把它往后翘，那这样子人的重心是不是就更稳了一些呢？这样就不会给人感觉它歪掉了，对吗？你可以用腿来修正身体不正，你可以用腿来修正。OK， 我们再回来看看，还有除了重心以外，就是人体表达的这个结构和透视太平面化了。刚刚我前面已经演示过了这个腰该怎么表达。然后有的时候你的2分，OK， 我们继续然后讲这个2分2分其实除了表达一个比较小的体积，就是结构以外呢，它也可以表达大的体积。你这边呢就大胆一点，这边是它的背面这样子垂下来嘛，就是它的一个，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方块嘛，方块倒下来的方块，你这边肯定就会很重嘛，这个颜色嘛，然后这边反而它是不是就可以亮起来一些呢？那这个小方块我怎么表达？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没看参考，我不知道这边要想一想，怎么样去把这个臀部的体积给它表达出来吸不到这个颜色等我画这个时候，我会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怎么表达的。我还没画到这个，我还在画上一期的那个，时间不是很多。本来今天要画完的，但是来做这个讲解就没时间画了OK，这个脸还蛮可爱，有点像以前那个劲舞团的那种感觉，对吧？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扎头发的这个牛角你的内容是有然后就手继续讲，就是说人体结构手刚刚很多同学都是一样这个手这个上你看，如果你这样垂下来，你的下臂就太短了。我们人其实反过来应该是上下臂，对，上下臂应该差不多长，是吧？你这个就下臂就太短了。OK 重心人体结构然后这种粗细的比例再注意一下。这个头你也知道眼睛有透视其他就头，那你看我帮你分析一下那个头，你看你的脑瓜子对吗？我把这个脑瓜子中线画出来鼻子在这边，这边都挺好的挺可爱的。然后我们把这个眼睛的这个横截面这边这个横截面画出来。那如果就算我想让它脸尖一点点，那我的耳朵应该会在这个地方开始，对吧？你的耳朵就已经直接一下子跑到眼睛这边来了。我戴的眼镜你也可以看到，我这个可以当做一个透视的辅助参考。你这个眼睛就耳朵就离这个眼睛太近了，而且你的
走势啊，这个走势方向也反了，你变成这样子走了，它应该是耳朵应该是这样子的啊，有没有理解？你看我的耳朵啊，我的耳朵应该跟大家是一样的吧 ？OK 啊，这个蓝叶的画的很好看，没有什么大问题啊，除了重心还是有一点点的往左边偏的以外呢，就是这个头给它拉回来一点点不要让它突出去这么多，这样子有点驼背啊。OK， 然后这个体积线条画的都很漂亮，然后外轮廓粗细都有啊，那就是这边就是可能这边这个手稍微整体一些，这个就是这个肘这个地方。然后线条有一点点碎啊，你就像刚刚1号那个1137同学，你线就一条稍微简化一点，不要有太多的小曲线。然后这个衣服呢，稍微你是想他那个衣服是肯定是有点褶皱这样子凸出来，但这个也要表达好，它才会看起来合理而不是说因为自己理解不够而造成的。整体都很棒非常棒啊！线条这边不要断掉这种深的卡点的地方，你可以去研究一下怎么去把它体积给它卡出来。整体都很漂亮。OK，真的还不错还有这个手，差点让你跑掉了。这个手曲线呢？这手女孩子哪有这么壮啊？你是在画我的手吗 ？OK， 不错。好，这是我们的超哥超哥同学超哥同学，其实超哥他的基本功已经很好了，他的线条到结构他都懂的，就是超哥缺什么呢？超哥其实缺的是一个审美不是褒义词不是贬义词这个审美是很微妙的比如说脸部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微妙的比例这个嘴唇怎么样让它表达的更可爱一些或者更性感一些，这都得去练的，然后多看别人的图。有的时候我们就算你盖楼，你框架都懂的，但是怎么去装潢，怎么去打灯这方面把它弄得好看，这个就看你个人了。所以超哥就要多看一下人家的图，然后去临摹一下你喜欢的风格。那怎么还有一个是材质上的表达，我特地找了那天看到超哥发这个以后，比如说我先还真的画过类似超哥这样子的，比如说我这个是赛博朋克，我这个手我特地找这个是一个有机玻璃的这种材质，对吗？那你这高光呢就要像我这个参考，你看得到我这参考吗？要像他画的这种，把这个体积给它概括出来，然后它的光泽的犀利程度呢，还有透明度呢，都要恰到好处，才能让你的观众知道这个材质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材质，对吗？然后就是其他就没什么了，就是美感跟这个材质表达其他都 OK 了。好，再接再厉，我们超哥继续练这个是阿贡，我靠，刚刚不也没录到吧？这是阿贡的这个很明显首先看它这个重心虽然是稳的，但是就是说人体结构嘛这个是这种腔体的表达。没有表达的很好，你想让他屁股翘起来，怎么样一个翘法？怎么样在空间上有一个翘起来让别人幸福的感觉？大概就要把它给画出来，然后这样子有了这些框架以后，你才知道我这个肩膀拉了多宽，它在空间上是成立的。然后脖子可以拉回来一点点对，然后就是人体上，然后你看其他的细节都有然后蛮可爱这个脸，然后头发有点扁。其他都 OK 的，反正就是把这个人体先给它练好，再去加这些细节这些细节跟着你的结构走，比如说这个袖子的这种虎口这种透视你跟着那个结构走，结构透视走，它就会让人觉得它是一个很合理的。OK， 我们的马麦皮马麦皮呢，它的线条还蛮好的，就是说你看它这个是一笔拉完，虽然有的时候会扭一下，但是它已经意识到就是说要用这个线条去概括。还是第一个重心重心偏重心往前偏了，那你就看看怎么样把这个腿给它拉回来，重心拉回来，然后是一个人体的这种人体结构的准确度上就差一些，你不要被它这个
参考的图形带着走，你要知道它这衣服里面下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你得把它给画出来，你不能被它图形给带着走。比如说它这边其实应该是弧形的，对吗？这边它是一个这样子很微弱一个这样弧形，因为我们的胸腔它这边是怎么说呢？加上肌肉这边它应该是一个弧形的啊，你看它这个，对吗？然后你要让它挺啊，这边是可以挺啊，你看自己怎么处理出一种 S 型的这种曲线出来啊，这个都需要你自己先在了解这个结构的情况下再去它做变形或者做简化或者再突出啊。但是你的这个线条，哎，这个曲线画的真好啊，这个曲线画的真好。然后这个它其实是肩膀，然后它有个衣服有个拉伸的感觉，把它画出来啊，就是人体啊，人体要结构先弄好，然后再去你的线条这些都没问题，人体要结构先弄好了以后呢，再去把它给画出你想要表达的一些突出一些表达的一些曲线也好哦。那你这个头是够丰满啊，这个头发是够丰满。OK， 好，我们的鲱鱼罐头啊，画的很有个性，这个线条好像很不错啊，这个线条啊，很叫什么，很有力量感啊。整体来说哪里要改进呢？首先呢，你们第一个反应，我那天跟他讲了，就是说第一反应就是你画女孩子嘛，你这个腿太强壮了，你这个腿都跟我的腿一样了，对吗？你这个腿是不是应该女孩子应该娇羞一点的，是吧？娇羞一点，对吧？腿太强壮了啊！你可能画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就是说你栽进去了以后，你没有注意到嘛，你可能自己在那边画，你没有注意到。对，腿一定要，或者你比较不喜欢关注腿啊，你要是腿控的话，应该会比较关注得了。然后呢，就是比例的关系你这个比例，这个手这边，这个头的透视都挺好的，身体透视也还挺好，这个手就单薄了一些。然后呢，我们再讲这个这个重心，因为我刚刚把你腿给它画细了以后呢，其实你这腿呢，应该也这个我先关掉。如果你这么壮的话，那腿好像重心还可以，但是呢，如果你是细一点的腿的话，你的重心可以把它往外面偏一点点，然后再回来嘛，这样子就感觉这重心比较稳其他我感觉这个胸好像就是说按照你的风格，你这种2次元的风格来说，这胸可能太下面一点了，就是说你先把这个胸腔给它画准来以后，你这样子胸腔一出来以后，你就整个身体的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你就一了了之的嘛，对吧？一目了然。然后我这个比如说胸肌在这个地方，那我想让它肩挺拔一点，这样子。但是好像它是整个把这个女孩子整个参考图它给它反过来了那蛮厉害的，把它反过来，我这个是没有想到的就是说这个透视和空间关系上可以再改进一下特别是结构你画准了以后然后再去注意这种细小的美感这个脚丫子要小一点你手都这么嫩，你的脚丫子太强壮了就不好。OK 蛮漂亮的，线条也很干净还懂得卡点。丫丫我画了，他画很喜欢的，每次都有表情那种羞羞的感觉，然后这个笔触也还可以。那其实它结构都懂的，但是就是准不准，可能精确程度可能差一点点。它的透视还比那个参考还强这个透视你看它都有透视线在这边，大家要学习一下它的次平线在这个臀部这边，腰这个地方，然后它上面就是一个仰视下面就是一个俯视功底应该是很好的。那就是这个胸腔呢就厚了一些，比如说我现在把胸腔画出来给你看，越接近四平线，这个角度就越小，透视角度。我觉得我认为我先把这个透明度给它关低一点。为什么我这边还是？哇操！我刚刚做了什么？无所谓。OK。
哦，我知道的，它是宽度画的过宽了一些，所以人呢，他感觉就是横向的那个横向的结构它太大了一些，所以感觉让我觉得这个胸腔过厚了啊。如果你个胸腔，你有透视的话，你这个单位这个轴上面的体积它会窄一些，不会这么宽。那你这样子的话，它的胸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你把这个脖子给它往前倾可以啊，不要太倾，不要太往前了，都往后面一点啊。这个头应该在这个位置啊，都往后一点点啊，就是宽度上的比例啊太宽了一些啊。然后手这边呢，我先忘记那个参考怎么样了。这边的手呢，你要知道它是一个长方体，然后它这个一定不会太大，它应该是这样下来的。然后就是手有点粗了一点点，稍微细一点点，就优美一点点。然后小臂稍微长一点点。整体来说都很漂亮，我很喜欢它的画。OK， 啊，这个重心也没有太大问题啊，基本上都很端正哦，没什么问题。你看，他也知道这个脊椎的高点在这边嘛，那个人体学的还是蛮扎实的。OK， 就是美感和微小的比例上再提升一下。然后呢，上次好像有说2分的问题，二分画的还不错了，2分画的还不错。这看2分要有的时候，比如说2分其实就是为了表达这个体积和结构嘛，就在你的线稿上再去表达一次这个更充分的表达出这个体积跟结构。那你这个地方，你得去看一下，我画的不一定准啊。要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把它概括掉。你看那个灯，你的光是从后上方打来的嘛，基本上平行。那这样子应该你的2分也画的蛮好的。那如果要是你可以再戏剧性一点，我就是说我把这个光的角度再给它提起来一点点啊，提起来一点点，这样子的话，你这边你的背就不会是整个都是这个颜色，你就这个背呢，它就会有一些地方是在阴影里面，有些地方是亮起来的。你看它后面的这边就是亮起来了，这样子它就又有多一点的这种内容在里面啊，多一点内容光影在里面，然后你这个臀部是不是就可以再给它多一点的阴影，这样子更能够突出它那个体积嘛？哦，能不能理解我讲？这个时候你这个手也可以全部在阴影里面嘛。OK， 我画的很不错啊，这脸这个表情挺好看的。好，最后一个啊，这个鹏程万里啊，我们的老同学。这老同学，好，首先这个人体结构它不够准确人体结构不够准确呢，然后这个手的结构呢，这个表达的就不太好了，完成度比较低。这个手这个手指头它不会那么长嘛，对吗 ？OK 重心还不错，就是手啦，人体结构这个体块化没有表现好，然后他万里鹏程同学他这个更侧面它这个就更侧面了一些啊，基本上，然后它的视平线在腰这边 ，OK，那透视有没有我画这么大？我们如果是没这么大的话，大概这么多，那我这个可以再给它长一点点。你再长一点点 ，OK， 脖子在这边嘛，这是脊椎的最高点 ，OK， 然后这边是骨盆，你可以让它出来一点哦，三角区。我这画太乱了，我还是就是把这个这个体块给你画出来，因为你想要表达的体型不一定是我想要表达的这种体型我也没厉害到不用参考就能画得很好。OK，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手臂上面的横截面然后你这个是一个什么姿势啊？这个我就
不好描述了，是不是说这个手在这边把它给这个地方给托起来了？这个我不太懂啊，这个你要表达的清晰一些，我才能看得懂。这边的腿呢，可以不要长起来这么多，这样的感觉。啊，来了来了，啊，好，继续啊。就这些表达，这些内容要表达清晰一些哦，我那个观众才能够理解你想要啊，他是要怎么样一个姿势哦，这个都得表达的好一些啊。所以整体来看，就是这个手的太大了一些，然后这个其实整体来说感觉还可以了，整体来说还算准确。还有这个胸我刚那个这个胸呢，它这个范围应该不会这么大哦。胸肌在这边的话，胸肌是有一点点，你不管是胸多大的人呢，除非它完全被挤起来的话，这个胸肌它都是上面会有一点点的。然后你想把它挤起来，怎么挤呢？你要去看看参考，我这边就肯定不说了啊。怎么去挤要这边看它，因为这个范围太大了一点点哦。OK 啊，整体来说还不错啊，还不错。然后这个尾巴，这尾巴是一个平面的一个结构吗？还是一个立体的结构？这个也要画清晰一点哦，那你的观众才看得懂。OK， 其实就是大结构都可以的，就是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小的比例要再注意一下。OK， 画的挺好的啊，再接再厉。我们下一个练习呢，大家都可以再继续参与。好，这边就是大家第3期的所有的作品，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参与每一次的活动之后呢，都能够有所领悟，然后这样子每一期的，就是说下一期的活动呢，你就可以画得更好，逐步的能够把你心中那个画面能够更好的表达出来啊，这个就是我们参与这个活动的目的。那么我们下个视频或者下个练习再见喽，好，那就这样吧，拜拜。